你是不是總習慣過度察言觀色，在危機裡異常冷靜，卻很難讓自己真正放鬆下來？你甚至常常覺得自己的過度敏感是一种性格缺陷，只能一個人在深夜裡默默內耗，沒有人告訴你這是為什麼，沒有人告訴你，你其實並沒有問題。如果你正在經歷這些，我要告訴你，今天我們要揭開的東西絕不簡單。我是 Skylar， 今天這期內容我想了很久才決定做，因為它觸碰了一個大多數人都不願正視的東西。歡迎來到認知空間。讓我們先回到一個特殊的心理學觀察現場。研究人員在追蹤那些在動盪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時，發現了一個讓人心酸的規律。發展神經科学家丹·西格爾在他長達数十年对童年創傷與大腦發育關係的研究中，記錄了一件改變認知的事。在情緒不穩定的環境中長大，孩子的大腦會發生真實的物理層面的改變，他們的杏仁核和前額葉皮層會提前發育，不是為了变得更聰明，而是為了偵測常人根本无法察覺的極其細微的社交信號。在學術界，這現象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叫做創傷智慧。你走進一個房間，你什麼都不需要問，你的身體已經先知道了空氣裡誰在壓着怒氣，誰在用微笑掩蓋疲憊，誰隨時就要爆發。這不是超能力，這是你小時候為了生存被迫練就的潛意識裡最深處的肌肉記憶。你的大腦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像一台不會關機的感知儀器一樣運轉，它時刻在捕捉周圍每一個細微的情緒變化，一個眼神的偏移，一個語調的起伏，一次呼吸節奏的變化，為的是預測接下來可能發生的危險。這種能力在當時保護了你，但也讓你在成年後對周遭的一切極度敏感。普通人眼裡平靜的聚會，在你的感官裡可能充滿了錯綜複雜的情緒暗流。這種在童年鍛造出來的智慧是向內的，它極其深邃，極其豐富，但它常常被大眾所忽視，因為別人只看到你容易緊張，卻不知道你的大腦正在處理比他們多10倍的信息量。你不是在無理取鬧，你是在進行異常、漫長而疲憊的防禦偵察。你有沒有也經歷過，一進門就能瞬間感覺到今天家裡氣氛不對，哪怕別人一句話都沒說，你卻因為這種過度察覺而感到身心俱疲。別人只看見你容易緊張，他們不知道你的大腦正在處理一個他們根本看不見的戰場。這只是第一層，真正讓人想不到的還在後面。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你總是本能的去照顧別人的感受？為什麼你總是那個主動打破僵局的人？研究複雜性創傷的心理學家皮特·沃克在他關於童年情感忽視與生存反應模式的研究中，描述了這樣一種現象。這種极度的共情其實是一種長期運作的生存預警雷達，它常見於那些在童年時期被迫時刻追蹤撫養者情緒波動的人。這個概念的真實學術名稱叫做超共情。用你的日常來理解，你總是不自覺地先開口，在別人還沒表現出不滿之前，就已經開始安撫周旋，把一切都安排妥當。不是因為你天生善良，雖然你也是，而是因為你小時候如果不提前察覺大人的情緒變化，就可能要迎面撞上一場可怕的風暴。你對別人需求的敏銳度近乎直覺，你能看穿別人堅強偽裝下藏着的那一層痛苦。很多時候別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麼了，你卻已經感受到了他們的悲傷。這聽起来像是一種美好的善良，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是你活下去的必需品。你學着去感受別人，因为你的安全完全取決於你能不能提前安撫好那個情緒不穩定的成年人。這不僅僅體現為共情，它還會演變成一種近乎強迫的對周圍人的持續分析。在每一個寂靜的深夜，你會在腦海裡反復重播白天的對話。他為什麼嘆氣？他為什麼忽然冷漠？那句話是不是有什麼別的意義？你試圖弄清楚所有人背後的原因，因為理解周圍的人曾是你保全自己的必修課。你不允許自己錯過任何一個暗示，因為錯過曾經意味着受傷。如果你曾經因為太過在意別人的情緒而忽略了自己，事後又在深夜裡怪自己太軟弱、太討好，你並不孤單。大多數人學到這裡就夠了，但夠了有時才是最大的陷阱。停一下，這件事比你以為的要嚴重得多。
為什麼你永遠無法讓自己真正閒下來？創傷研究領域的奠基學者貝塞爾·范德科爾克，他在他的研究中揭示了這樣一個機制：一個長期處於高警覺狀態的神經系統會把安靜識別為危險，因為安靜會迫使大腦向內審視，而一旦向內看，往往會發現那些從未真正平息過的風暴。這個現象的學術名稱叫做過度警覺條件反射。別人放假躺在沙發上覺得放鬆，覺得享受，但你一躺下心就開始慌，焦慮湧上來，然後是一種說不清的負疚感。你必須找點事做，你必須忙碌起來，因為你身體裡那個長期亮着的警覺狀態依然在提醒你停下來，就有危險。當外界的聲音消失，你內心那些長期壓抑的恐懼、擔憂和不確定感就會一起湧上來，這讓你和安靜之間有着非常複雜的矛盾關係。你極度渴望休息，渴望什麼都不做，但當你真的什麼都不做時，那種失控的感覺又會讓你立刻抓狂。於是你用忙碌填滿自己，用工作麻痹自己，逃避那個不敢靠近的內在空洞。對你而言，學會休息從來都不是買一張機票去度假那麼簡單。學會休息本身就是一種艱難的主權收復，你必須用實際行動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的神經系統重新發送信號，你可以放下了，那個威脅已經過去了，你現在是安全的。這是一個極其漫長但也極其勇敢的復健過程。我知道這種感覺，好不容易熬到周末，想好好放鬆一下，卻發現自己只要一閒下來，心裡的焦慮感反而像野草一樣瘋長，怎麼壓都壓不住。你不是不會休息，你只是從來沒有真正收到過那句話，你現在安全了。但這裡有一個問題，我還沒說。發生突發狀況時一片混亂，所有人都僵住了，只有你開始有条不紊地解決問題。認知行為療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唐納德·麥肯鮑姆在他關於鷹雞訓練與神經系統適應的研究中提出了這樣一個概念：有些人在突發危機中不會因為恐慌而僵住，而是直接進入了適應與解決問題的模式，因為他們的神經系統早就被高压環境反覆訓練過了。這個概念的學術名稱叫做壓力接種，也叫壓力免疫。公司突然出了巨大的亂子，或者生活裡遭遇了重大變故，所有人都在慌亂，都在抱頭痛哭，你卻能極其冷靜地站出來，理清頭緒，開始處理麻煩。別人以為你天生膽大，有大將風度，但其實不是你不怕，而是因為這種雞飛狗跳、隨時要崩潰的高壓狀態太像了，太像你那個充滿變數、搖搖欲墜的童年。危機本來就是你的日常，你不僅在危机中不會僵住，你還發展出了極度自力更生的特質。遇到天大的困難，你不等別人來救，你只會自己構建解決方案，自己扛過去。這種令人驚嘆的獨立性，其實帶着深深的悲涼，因為從小你得到的支持就極其不可靠，大人是不管用的，甚至大人本身就是麻煩的制造者。在你的潛意識裡，依賴被視為一種极度的危險。如果你靠別人，你就會被拋棄、被背叛。這種恐懼迫使你內化了極其強大的自我支撐能力，你把自己活成了一支軍隊。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你幫別人的時候可以毫不猶豫，但當有人主動伸手想要幫你的時候，你的第一反應不是感動，而是一種說不清楚的警惕，甚至是一種想要後退的衝動。你很强大，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但这種強大是因為你不敢軟弱。有沒有哪一次你發現自己在平淡無奇的日常裡總是提心吊膽，但一遇到真正的突發災難，你反而像是回到了某種熟悉的節奏，成了全場最鎮定、最靠譜的那個人？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從防禦的角度看這件事，但換一個角度問別人，總說你活得通透，別人總說你看事情很深。心理學家理查德·泰德斯基和勞倫斯·卡爾霍恩在他們關於創傷幸存者精神成長的開創性研究中，記錄了一個令人動容的現象：許多經歷過深重苦難的人，為了拒絕讓這種痛苦變得毫無意義，會在極早的年紀展現出罕見的哲學清醒和超越同齡人的精神深度。在學術界，這被稱為創傷後成長。你明明年紀不大，卻總被別人說有個老靈魂，看透了人情冷暖。同齡人還在為一點小事傷春悲秋的時候，你已經在思考生存、人性、邊界和意義。
但這其實是因為你早早就見識過人性的幽暗與苦痛，為了不讓自己被絕望吞噬，為了活下去，你必須逼自己變得通透。你的神經系統因為常年的激活變得異常敏感，這導致你體驗這個世界的深度和濃烈程度遠遠高於普通人。不管是看到不公時的憤怒，還是被一個微小的善意感動時流下的眼淚，你不僅是在觀察這個世界，你是在極其濃烈毫無保留地感受這個世界。你看得見每一片落葉的嘆息，也聽得懂每一種沉默的重量。你的精神世界因此變得無比寬廣，無比深邃。但我們必須誠實地承認，這種創傷智慧並不是一種無代價的榮譽徽章，它不是用來炫耀的。雖然你磨礪出了驚人的真實敏銳度，但你為此付出的身心代價同樣沉重。你的睡眠，你的免疫力，你感受簡單快樂的能力，都曾在無數個黑夜裡被悄悄透支。你現在的深刻是用無數個不敢閉眼的夜晚熬出來的。也許你也有過這樣的時刻，聽到長輩或者朋友你真成熟真懂事的時候，你的心裡沒有驕傲，卻泛起一陣難以言說的苦澀，因為你知道這副老靈魂是用本來應該無憂無慮的童年換來的。所謂老靈魂，不過是一個孩子在本該無憂無慮的年紀被迫讀完了人性最幽暗的那一章。接下來我要說的可能會讓你重新看待剛才說的所有事，那些你以為是缺陷的特質，過度敏感，無法放鬆，在平靜裡反而焦慮，強大到不需要任何人。另一個名字叫創傷智慧，它不是你的弱點清單，它是一顆在極端壓力下被迫迅速成長的大腦所構建出的，屬於你的生存建築，是獨一無二的認知遺產。在這越來越嘈雜的世界裡，選擇停下來認真審視自己傷痕的人，比你以為的要多得多。他們曾被誤解為敏感、孤僻、難以相處，他們不聲張，不表演，只是在自己的角落裡默默修復，默默變強，但他們真實地存在着。而你一直都不是孤身一人，你現在也是其中之一。你終於找回了對自己生命的解釋權。這裡是 Skyler 的認知空間，一個允許你慢下來，允許你不確定，允許你重新想清楚的地方。在評論區悄悄告訴我，今天哪句話讓你停下來想了一下，或者哪一個瞬間讓你覺得自己被看見了。今天我們看清楚了創傷是如何重塑我們的大腦，並賦予我們獨特智慧的。但還有更多生活中更難面对的事。如果你在生活中還有更多的難以面对或者感到耿耿于懷的事，那麼請你在留言欄留下你的議題，下期我們就來談這個議題。如果你覺得在這空間裡能與你共鳴，認知能得到提升，請你點擊訂閱頻道，這是你告訴我還想繼續的方式。